大家好，这里是穷奢极欲，一个离不开钱的频道。北韩是最封闭而神秘的国家之一，当局严格把控境内资讯外流，使得外界很难掌控真实资讯。我们过去聊过，北韩经济不好，却把大量资源投注在军武之上，也聊过这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因为少子化而公开落泪。而在2024年，金正恩再次公开坦诚，北韩的地方经济相当糟糕，他甚至坦言政府没办法提供生活必需品给人民。以上状况可追溯回2021年，当时金正恩就曾公开动怒，批评国家的5年发展计划并未达标。当时他左批农业部门的粮食生产目标，右骂轻工业部门的计划水准。当时外界就曾预测，以上的言论凸显出北韩中央已放弃把控经济困难的事实。本期影片就要来聊聊北韩有哪些深层的经济问题。东亚的朝鲜半岛是全球最特殊的地区之一，以北纬38度线作为分界，划分出富裕的南韩以及贫困的北韩。虽然在上个世纪，北韩人均 GDP 曾短暂高于南韩，但双方反转后，差距却越拉越远。为何北韩经济陷入困境？近期的其中一项原因就是新冠疫情。根据南韩央行研究，疫情导致边境封锁，让北韩经济剧烈衰落。但细看该国的经济结构，会发现本来就存在缺陷。一国政府的财源主要来自2大途径：税入以及借债，其中税入又包括税收、国营事业与各类的规费。不过北韩的状况相当特别，先从债务来看，上世纪北韩主要的债权国是同为社会主义的苏联。到了21世纪初期，债权国除了有历史渊源的俄罗斯、匈牙利与捷克，另外中国与部分中东国家也透过投资基建与运输能源，形成北韩的外债。不过跟一般国家相比，北韩的借债管道还是比较狭窄，因此该国政府近年传出向国内的富裕阶层发行债券。不过看在西方世界眼中，北韩富豪购债不单是财务上的规划，也是一种宣示效忠的方式。看完外债，我们接着来谈北韩税制。该国在上世纪70年代曾经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免除个人税务，但这个以免税自豪的国家，实际上透过3种方式弥补政府的财源。首先是企业所得税、销售税以及劳工保险。第二是寻租活动，生产者要支付费用，换取商业活动或资源开采的权利。最后是国营事业的收入，这些钱跟产业的发展程度息息相关。摊开近年的研究报告，北韩的 GDP 有2成来自第一级产业，5成来自工业，剩下的则是服务业。过往这些产业大多把持在国营企业手上，导致当地的黑市经济相当兴盛。不过在金正恩上任以后，情况发生改变。回顾金正恩上台后，北韩的经济成长率，会发现从2012年到2016年，他们的 GDP 年增率大多是正值，还一度飙高到将近4个百分点，而且境内的通膨率也得到控制。专家普遍认为，这跟金正恩的经济政策有关，他削弱计划经济，对市场经济保持相对开放的态度。2021年更有研究指出，私人经济在北韩整体产值的占比高达4成，超过政府主导的企业。另外，官民混合的经济类型也拉高到1成的比重。光以商店数量来看，从金正恩上台到2018年，增幅多达4倍。然而，貌似走向开放的北韩市场，却在国际贸易上遇到挑战。该国在2006年首度进行核武试验，也从当年开始遭到来自联合国与主要国家的经济制裁，衍生出北韩扭曲的进出口市场。以疫情前的2019年来说，该国的进口货物主要是米麦、衣物等民生必需品，出口物则为矿产与手表零件为主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北韩的国际贸易相当仰赖中国，9成的进口与3成的出口对象都是这个强大的邻居。由于进出口受到制裁限制，北韩便也开发出其他的创汇手段。2003年就有外媒报道，与北韩有关联的骇客组织从日本窃取价值高达7亿美元的加密货币。此外，北韩还有一项重要的出口产品，那就是假睫毛。有商人从北韩出口半成品到中国进行加工与包装，用贴牌的方式外销到日韩等地。国际贸易地下化的玩法在北韩行之有年，像是在2019年，脸书粉专北韩朝鲜经贸文化情报与台媒都有报道，在平壤的店家可以看到来自台湾的咖啡、罐头以及笔记型电脑。不过大多数的产品并非走正规贸易路线，而是由个别商人购入之后，自寻管道输入到北韩境内。整体来说，北韩虽然看似封闭，但也建构出一套属于他们的经济模式，并在平壤等大城市成功建立商业区，国内也出现富裕阶层。
然而，北韩近年的经济衰退却显示出两大问题，那就是该国的经济仍在过渡阶段，处于不稳定的状态，以及国际制裁导致进出口贸易的基础太过薄弱。而新冠疫情更放大这两个问题。在2021年，金正恩就曾公开承认，北韩出现粮食短缺的危机，一方面是因为境内发生严重水灾，导致农业部门无法达成产量目标；另一方面，则是该国的粮食与肥料都相当仰赖中国。在边境关闭的情况之下，便切断了北韩的农粮来源。为了改善经济，金正恩在2024年初提出发展政策，宣称每年要在全国各个行政区开设现代化的工厂，并在10年内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准。但回过头来说，为何金氏政权不愿放弃大规模的破坏性武器，解开经济制裁的枷锁？关于以上这个问题，有两个解读层面。首先是金正恩的政治战略，自从他上台以来，遵循名为并进的国策，主张借由核威慑保障北韩的和平，而国家才能把精力全力放在经济发展之上。根据专家解读，金氏政权的目的是要阻止西方国家干涉内政，而在发展军武的过程中，北韩政府还得到经济与外交上的效益。台湾中正大学的研究指出，北韩早在1998年就将飞弹技术卖到中东，到了1990年代，该国还意识到能透过核武在谈判桌上对经济强权施压，当年成功迫使美国与日本在经济援助议题上对北韩让步。时至今日，北韩也经常透过飞弹试射的手段获取地缘政治上的筹码。第二个层面是经济制裁并没有撼动到金氏政权。我们过去聊过，制裁确实能打压到目标国的经济成长。研究数据显示，美国与联合国的制裁理论上能降低目标国的 GDP 成长率，平均每年达到3个百分点。但实务上这一切是相当复杂。学界曾调查上百个遭到制裁的案例，结果发现只有不到40%的目标国产生政权的更迭，而且制裁实施越久，被制裁的国家越能找到应对的策略。回过头来看北韩的案例，虽然遭到国际制裁，但仍旧有办法突破禁运，并得到来自中国的支持。另外，人权组织也提出论点，制裁虽然有机会造成政权更迭，但更常导致底层人民陷入贫困。我们最后聊聊北韩的经济困局会对世界局势带来什么样的影响。2024年初，北韩宣布2件大事，首先是正式废除促进两韩统一的政府机关，还要求立法将南韩定义成敌对国家，等同放弃和解的可能。不久后，北韩媒体又报道，该国最高人民会议已表决通过，撤销所有与南韩促进经济合作的协议。虽然看似锁国闭关，但我们从往例不难看出，北韩早已习惯透过威吓性外交手段捞到国际援助与其他好处。我们可以合理推测，短期内并不会有实质的军事威胁。总结来说，北韩本身产业发展不足，加上国际贸易受限，让该国不时爆出经济问题，进而结合政治与国际关系，影响到北韩的外交政策，并对地缘政治构成持续性的动荡。好了，这集的重奢就到这里。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朋友，不妨在下面留言聊聊你们的想法，也欢迎追踪我们的脸书与 IG。我们下一集再见，拜拜。